大家好，歡迎回到北歐老吳的頻道。今天是會員專享的周末漫談。我們先看一下下周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經濟數據。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美聯儲他們這個會議紀要，對吧？看一下他們內部的分歧，現在這個是關注的重點。然後那個在周四的話，還有一些跟就業相關的，因為比較重要的。跟通脹相關的，比如說 PPI 啊、CPI 都已經出完了，現在市場上，尤其是債券那邊已經加息了，其實，那麼上半年降息的可能性為零，現在，也就是為什麼你會發現在周五的時候，債券那邊的這個避險因素疊加到或傳導到股票市場了，说現在，通脹還是很兇猛的。那麼對新上任的美聯儲主席 Kevin Walsh 對他來說是一個挑戰，畢竟那個特朗普讓他上來是想讓他降息，對吧？那麼我們就看他之後會出去有什麼有什麼變化。往下看，那麼還有一些財報，那麼下周最重要的財報就是英偉達，5月20號。那麼還有一些其他的，像百度啊、Home Depot 啊。還有什麼蔚來啊、沃爾瑪，然後我們等一下都會那個選幾個大家在頻道中有過提問的，或者說我覺得挺有意思的，會單獨提出來跟大家這個分析一下。好的，我們來看一下，先看一下標普做一個大復盤。那麼標普的話，我們也是一樣，看一下月線。我每次分析都從月線開始分析。有朋友也在頻道中說過，就是說不需要從月線中看。我們之所以這個從月線開始看的目的是啥呢？就是要回顧一下它在這個大周期上。禪師在文章中其實是說過，大周期你看它的結構簡單，但是它往往的指向性是非常強的，對吧？你只有得到一個大的方向，就跟你開車的時候有一個 GPS 給你指導一個方向，你只要方向對了。小的地方你可能有些差錯，大的方向對，那就沒有什麼大問題。所以說我們每次都要複習一下大的周期。還有一點就是大家多在頻道中留言，對吧？你們想分析的這個標的就在頻道中留言。如果說發現我在1-2天之內沒有回復的，那可能我就漏掉了，那你就多發幾次，重複發幾次。這樣的話，我們能夠分析更多你們關心的股票。那麼跟纏論相關的技術方面的討論，也可以在頻道中留言，對吧？我們都可以一起討論。我們來看一下現在這個月線大周期，我們一直分析的它這個起漲點是在這個666.79，它是按照我們纏論的畫法，它是一個1、2、3、4、5、6、7，一個7浪上升或7筆上升，因為波浪裡面它是沒有7或者沒有9的，但在纏論裡面無所謂，你只要是按照某一種模型或某一種這種 pattern。往上走的時候，你就可以這麼畫，對吧？這是纏論它優於波浪的一個地方。那麼我們在這個第7浪，我們現在關注的就是第7筆，你什麼時候結束？你只有結束才能出現新的一筆。那麼前面這一筆不結束，那你就不能說，只要新的一筆沒有生成，你就不能說前面這一筆結束，對吧？只有這樣才能夠說，我這一筆結束了，因為新的一筆生成了。那麼我現在關注重點就是這個3491上漲到這個現在最高點7517，它的內部結構。雖然說現在月線上還沒有頂紋型呢，前期出現過幾次頂紋型，但是都被打掉了。現在頂紋型沒有。那麼本月的話還有2周的交易日，那麼就看是什麼因素能不能夠看這個月線收線，月線是收成一種十字星的這種 K 線呢，還是說收成一個上影線非常長，然後這個 K 線實體非常小，還是說直接收成一個大陰的，對吧？都可能，因為2周时間什麼事都可能發生，尤其又疊加了英偉達這個財報，因為每次英偉達這個財報啊，市場對它的預期都非常高。雖然說每次英偉達都能夠這個超過預期，但是有的時候可能是它這個預期過於高了。它可能剛高超過一點，沒有超過特別多，那它也會跌。所以這個就是看市場是怎麼解讀它的。
那麼因為現在這一波大漲全都是 AI 帶起來的嘛，AI 帶裡面，那麼英偉達又是龍頭，所以說英偉達的財報又格外的重要。那麼現在市場要走到這個地步的話，現在這個位置獲利盤特別大，對吧？很多人獲利都非常豐厚了。那麼出現稍微來一點風吹草動，你就會發現過去這一周稍微有一點什麼風吹草動，你就會發現跟 AI 相關的股票跌得都非常狠，因為它漲幅太大了。那即使跌個10%、20%，很多人也獲利也是非常豐厚的。所以說它賣的时候是会毫不猶豫的賣。所以這個時候你千萬不要追高，我一直在最近提醒大家，就是千萬不要追高。你只要不追高，你的底倉可能都比較低，對吧？你跌個10%、20%，你是無感的，你是賺錢的。你只要是賺錢的，那你就可能拿得穩一點，就是多賺少賺而已。那麼現在在周線上的話，這個3491是它的起漲點，這個結構我們已經非常熟悉了。大 A 中枢，大 B 中枢，然後針對大 B 中枢還出現了一個300，對吧？出現300之後又打了一個高點，所以這都是小 C 段。那麼整個這段的話是結構是非常飽滿的，這個結構隨時可以結束。隨時結束並不代表說要暴跌，只是這個結束了，可能是要走，这是大周期的一筆上漲結束了，可能要走大周期的回落一筆。也就是說，月線上它可以出現一筆回落了，但是月線上這筆回落，如果說碰不到前面的4818的話，它還可以有第9段呢。因為前面是1、2、3、4、5、6、7，它只是一個第8浪回撤，它還可以有第9浪呢，對吧？那麼你也可以用黄金分割從這個3491測一下，它回踩到5979，也就6000吧，回踩到6000都是非常淺的回踩。如果說它要跌到4818，那就太誇張了。我们看一下。跌到4818的話，35%的下跌，你說什麼事情能夠讓美股跌個35%的空間？除非是，就是說什麼，真的是第3次世界大戰了，我估摸着也就是3戰能夠造成美股這個空能夠那個下跌個35%。所以啊，不要說它回踩是好事兒，回踩你又可以进场買的便宜股票了，又可以加倉了，它又可以上去。对吧？大不了它是怎麼樣呢？大不了回來，哎，它在這裡做一個中樞，就是月線上它可以在這裡做一個中樞的。那麼這個中樞針對下面這個大中樞，因為下面這個大中樞是季線的中樞，我在月線上2次回踩還是3買，所以說我不怕你回踩，有回踩反而是要進場繼續做多，對吧？因為現在這個結構就是這樣的，所以說美股是一個長牛的狀態，你要抱着一個也不能說是這個說做死多頭，對吧？我們也不做死多，我們是利用這個市場的這個震盪、這個波動，我利用這個震盪區間，我把我的持倉成本降下來。那只有這樣的話，我才能拿得住，對吧？你從666能拿到7510，你的成本一定不能高。你如果說每次都去追漲的話，你是拿不住的，因為它每次的回撤。我們看一下前面這裡，28%，將近30%的一個回檔，前面這個小一點，15%，對吧？即使是這樣的話，你只要不追高，你都能扛得住。如果說你一旦追高，一旦追漲，你根本吃不到這些。好的，我們再回到這個周線上，現在這個結構我剛才說了，已經非常飽滿了。但是呢，現在最後這個小 C 段，這個6316到7517這段，現在在周線上也沒有頂分型，看一下裸 K， 頂分型沒有，那麼這段現在也不能說它結束。看一下日線，這就是我們在平時做這個直播的時候說的。那麼6316到7517，現在這個日線上已經有頂分型了，在周五結束之後出現頂分型。然後它這個內部結構，我們之前也分析過，有3個小中樞，1、2、3，對吧？我們看一下它的小周期上，1小時上有3個小的比中樞，1、2、3。針對第3個的話，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說過，這裡有一個潛在的一個3買。我當時要提醒大家說是3買轉2賣，如果說真的出現3買轉2賣的話，那你一定要減倉在2賣這個位置，因為它這個之後的下跌，這個
123的三浪啊，有可能是比较凶猛的，甚至是直接给你一个跳空缺口，走得很遠，然后给你一個4的反彈，然後再來一個5。那你買的位置其實在5呢，你在這個位置才能買，因為它這個3的下跌是非常兇狠的。如果說真的是出現這種情況的話，那麼你或者說等4的反彈也可以。那麼要買的話，可能就在5這兒買。所以說，這是我們在周五直播的時候分析。那麼現在是真的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了，因為什麼呢？因為它這個反彈呢，周五的這個反彈可以說它是我們可以用虛線先標出來，意味着這裡因為它是有包含關係的，有3根 K 線有包含關係。如果說你做包含處理的話，它是不夠一筆的。但是呢，它是滿足這個5根的，滿足了5根 K 線最少的一個需求。然後它的小周期，你看一下它的小周期5分鐘上是有結構的。我們看一下，今天把這個說的稍微細一點，因為比較重要。你只要理解了一個模型，你其他的都可以去照搬去。我們看它的5分鐘上這個結構，我們把它5分鐘上給它稍微的給它畫出來。好的，你看它這個5分鐘上，它是這樣一個結構，一個非常進入段2次震盪，哎，再打一個高點。這個結構在1小時上，就是1小時那我們剛才說那個有包含關係那5根 K 線，它是有結構的。你用遞歸的話，它是可以遞歸成一筆的。所以說我們在1小時上可以把這5根 K 線先當成一筆反彈，也就是滿足了這個3買轉2賣這個模型了。然後它又出現一個頂 V 型之後，其實是殺的還是挺快的。但是呢，還要看周一開盤。周一只要不出現快速跳空缺口往下走，那還有希望。比如說這只是一個中繼的，它可能再往上走一走，彈一彈，然後再下，對吧？也就是說這個3買轉2賣沒完成，沒結束。那麼如果說直接跳空缺口往下走的話，那就是要千萬注意，你就去先比較一下這個等比例在哪裡。哎，我們有了一個位置7335，它如果說比如說直接開在7335以下，那你就要千萬注意，因為這個3就不位持了。這是我們剛才說那個123的3不位持，那就4的反彈就不要，等待5打個5折，我再看能不能夠做一個小反彈。如果說只是反彈構成中樞的話，它還可以繼續下，甚至再做出2個中樞來，對吧？所以現在其實是處在一個比較關鍵的一個就是說短期它處在一個選方向了，可能在比如說英偉達財報之前先跌3天。因為英偉達是周3的盤後出財報，所以說可以先跌3天。那麼這樣的話，哎，日線上就夠一筆了。然後英偉達財報刺激，哎，又上去，這樣的話日線上就出現結構了，123的結構，對吧？這樣的話大周期就日線上也有結構了，然後大周期周線以上又飽滿了。那麼基本上就是這就是相對的一個比較高位，可能出現之後可能會出現大的回撤的一個位置了，對吧？所以短期要看它是不是要這麼選。如果說英偉達財報刺激它走得更深一點也沒有問題，對吧？只要不出現什麼呢？那因為它現在這個日線上還只是一筆呀，它是沒有結構的。你只要不回到這個區間，它還是3買。你回到這個位置，打個比方，回到這個位置，那麼沒有回到下面這個區間，還是3買，它還可以再上去，或者說我在這裡做中樞，然後再上去，對吧？也可以。最關鍵原因就是這波上的太強了，它沒有經過充分的回撤，或者說它可能是2次，哎，做一個2次這個反彈確認，就是說這個大頂啊一定要經過多次，尤其是跟這個指數相關的這個股票的頂，都不是1次2次就能夠測出來的，對吧？很多的這個消息啊，很多的這個原因刺激，它要反覆測這個頂才下來，很少尖頂。所謂尖頂就是很少這樣的一個大頂之後下來，所以說它可能要再去測，給你一個2買，然後再下來，甚至在這裡做中樞，在這裡大周期上做一個中樞之後再往下砸才有可能。所以現在這個位置比較尖走的，那麼就看它後期怎麼選擇。好的，這是針對這個標普，我們做一個大復盤，然後先看大家的提問。我們就是一般都是先看這個會員朋友們的提問，然後再看這些要出財報的。
這是我們有会員Derek 朋友在这个频道中的留言，对吧？那么我也大家也可以多關注這個 Derek 朋友，我發現他的選股啊，或者他的操作都做得已經非常好了，他對纏論的運用已經非常好了。所以說我在這裡啊，其實也不過是給出我的自己的一家之言，並沒有說這個幫大家喊單的一個目的，所以只是大家來做交流。那麼大家一定要有自己的獨特分析，自己去選股，這樣的話才能做好。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提問。那麼他主要問的是有兩三個，其中這個是 DXYZ。那麼 DXYZ 的話，不知道大家可能有一些朋友對它比較熟悉。它主要是一個什麼？它是一個上市的封閉式基金，它其實不是單一的一個公司。那麼它不從事傳統的實體生產，主要是通過特殊目的的載體，在這個二級或私募市場買入未上市的頂尖的科技獨角獸股權。所以這個公司牛在這兒，它有很多的，比如說 SpaceX， 這個 Anthropic， 還有 xAI 啦，還有 OpenAI 啦，還有這些很牛的獨角獸，對吧？它都有股份的，所以這就是它這個優勢的地方。馬上這個 SpaceX 也要上市了，對吧？而且 Anthropic 大家都非常熟悉，這個 AI 裡面現在 Anthropic 是特別火。那麼它也有 Anthropic 的這個股份，但是具體佔有多少股份的話，大家可以具體去查一下。所以這是非常稀缺的，因為對我們小散戶來講，你是不可能買到 Anthropic 的股份的，你只有通過這些封閉式基金，對吧？那麼我們來看一下它的這個結構，這是基本面，我們簡單說一下。那麼結構的話，在週線上它有這麼一個大的中樞，對吧？這是我們之前分析過，把這個均線也給它弄出來。那麼在週線上有這麼一個大中樞震盪，是一個區間震盪。那我們需要看一下它最後這一段，也就是說從19.79的這波上漲，因為在週線上這裡都是一筆，雖然說它這裡是有過一次回踩，但是它前面這裡是不夠一筆的，所以說我們要畫成纏論按筆畫的話，是要到這個最高點是在這裡71.24，對吧？這是一筆。那麼我們需要分析的就是19.17到這個71.24結沒結束。如果說結束的話，它就可以再次回測，甚至再踩到這個中樞下沿，然後再上去，其實就是大週期在做中樞震盪，或者說，它可以是小週期裡面，比如說有個進入段，然後1、2、3可以繼續往上走，也可以就突破這個大中樞，這就是我們需要降低週期了，這就來到了日線上。那麼日線上你會發現，從這個19.17這裡有，剛才我們在週線上看過了，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開始上漲，做小 B 段離開，對吧？那麼我在這裡把這個5日均線，我把5日均線今天調出來了。那麼你會發現它這波上漲的時候，明顯是踩着5日均線往上走。那麼這次是跌破了5日均線，就是短線的話，你就盯着5日均線，尤其是單邊的時候，只要不跌破5日均線，你就可以一直拿。現在是在5日均線之下。他問的是，我們看一下，它的均價在26，對吧？26的均價已經非常好了，就在這個區間這兒，在下面這個中樞這兒。那麼在65賣了1/3，65在這裡，在這個位置賣的。雖然說沒有賣到71.23吧，已經非常牛了，對吧？這次獲利已經非常豐厚了。所以說你在賣的時候要大膽一點，只要是賺錢的，你就可以這個多賺少賺而已，對吧？你不需要追求非要賣在71.23，能賣在71.23有幾個人呢？對不對？所以說你只要是賺錢的，獲利這麼豐厚了，多一點少一點都沒有問題。那麼他現在是想知道剩下的什麼時候賣，但是我的建議其實是這個股票其實確實是像那個雖然說 SpaceX 要上市了，6月份，對吧？這個 Derek 也查了，說是在6月15號上市，但是像那個 Anthropic， 他們說還有 xAI、OpenAI 這些。但是他們有計劃要上市，但是具體時間還沒有公布出來，所以說我覺得這個股票啊，它還是有潛力的。我的建議，你的是底倉拿着，但是利用一些小週期的中樞震盪，去把這個成本再降一降，然後呢，這個甚至做到0，做到負數，你這樣的話就可以不管它了。一般做到0以下，你就可以不用管這個股票，就是看它之後，就是這個股票這個公司破產了，你也不虧錢。那你就可以繼續放那兒，
不用动它。但是小周期可以利用它的这个从这个我们看这个价格23.81，就这一段找一找有没有小周期的一个结构。我们看一下1小时。那么在这个1小时上，它在现在这个回落呀，我们再回到日线上，它这个回落的这个价格42.5，从这个最高点71.24这个回落呀，现在还不够一笔，我们需要關注它这個，但是大概率有可能要成為一筆。如果說要成為一筆的話，在1小時上我們看它的結構，71點，日線上這個高點其實是在71.24，但是在1小時上它這個最高點顯示在71.23，所以這個差一點，小數點以後差一點的話，這是無所謂的，可能就是這個因為切換週期的原因。那麼在1小時上，它這裡其實是有結構的，進入段，然後2次反彈，做了一個中樞，對吧？它可以繼續往下走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再沉一下，踩到這個120均。如果說這麼走的話，這個結構就飽滿了。那我建議呢，你的底倉不要動，反而這時候，比如說有回落了，我在這個120均這個位置再買一點，我就做1小時或者1小時以下的這個結構的這個中樞震盪。差價操作，你這樣的話，你的最後的持倉成本就會越來越低。所以說，我的建議是，底倉是不要買，這是我的一個個人建議。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DXYZ。我們再往下看他問的另外一個 AEVA。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AEVA，可能對這個有些朋友不太熟悉這個票的這個基本面，我們也簡單說一下。那麼這個 AEVA 是什麼公司呢？它是作為車載激光雷達領域的硬核獨角獸，然後呢，它是主要是設計並製造用於自動駕駛和工業自動化的4D 連續波條譜激光雷達。那麼其產品能同時測量物體的距離與瞬間速度。它這個領先的4D 硅光子技術與這個技術壁壘是它的這個比較牛的地方。它將激光器、探測器、光學元件集成到單顆芯片上，實現了獨特的瞬間速度測量，具有高分辨率和高抗干擾性，所以這個它的技術還是比較牛的。那麼它在4D 這個細分領域的話，算是技術的領先者。那麼它的這個客戶呢，比如說這個戴姆勒卡車，還有一些頂級的歐洲豪華用車，還有都用它的這個產品。那麼但它現在的問題是什麼呢？就是高現金消耗與產品尚未實現大規模量產及盈利。雖然說2026年Q1營收同比翻倍至630萬美元，但由於初期製造開銷巨大，仍處於深度虧損狀態。那麼市場急需看到2028年以前能否量產的項目，如何轉化為實質性的正現金流，這是它的現在的一個問題，對吧？也有投入，但是產出市場看不到，這是它的一個困境。那麼在結構上，我們看一下 Derek 朋友他的操作是12左右買的。我們看現在看的週期是週線上，他在12左右買的。12是什麼位置？12是週線上這個中樞下沿啊，買的非常好。然後在13.3還加倉了。他說當前位置小時上做中樞，他準備賣點，後面問我怎麼看？我們簡單看一下它的結構，然後分析一下，說一下我的看法。它在這個週線上這個結構，我們看它這個起漲點是在下面這裡 2.2， 對吧 ？2.2 起來的，下面有一個中樞，然後這裡做了第二個中樞。但是呢，現在是這個第二個中樞啊，它可以是向下的沒走完，也就是說，它前面這裡可以是一筆上，就大週期的一筆上對應大週期的一筆下。可以是這麼個結構，或者說是兩中樞趨勢上也可以，對吧？所以說兩個方向我們都要看。如果說往下走的話，那就需要跌破這個 8.83， 跌破它這樣的話就是變成了一個這麼一個結構，然後有離開段，有進入段，有中樞，那就變成了大週期的一筆下，然後前面這裡是大中樞的一筆上，意味着它可能要走大週期的一個中樞震盪，是這麼個玩意兒，對吧？如果說真要選擇跌破 8.83， 所以說在大週期上，這個 8.83 是不能夠被跌破的。如果說跌破了，那就是方向就變了。往上走的話，那麼就需要突破這個現在
從8.83這個位置，雖然說到22.62這個反彈也夠一筆了，但是它完全是可以再往上走啊。這前面在這個位置附近22.16這裡的話，它是離這個22.62很近。如果說它選擇突破22.62，那就變成這個一筆是這樣走的，对吧？那就变成了走這個中枢可能潛在的一個離開。就如果說這麼走的話，那後面的力度一定要強，就是你要去跟蹤什麼呢？跟蹤現在其實它在小周期裡這是有中枢的，小周期的小 B 段一定要非常強，才能夠打開上面的空間。那麼你在大周期上经過这麼一番觀察之後，那到小周期就好觀察了。我們就來到日線，就是這個8.83， 8.83右側很清晰的一個中枢，對吧？但是呢，我這裡之所以沒把這個中枢畫出來，原因它其實也是一樣，兩個方向，它可以是8.83到22.6，这個周線上一筆結束了。它如果說選擇跌破前面這個小低點的話，11.19的話，那就变成了周線上還是在周線上做震盪。如果說選擇往上走的話，那就是其實這裡就有中樞了，就是這裡有一個中樞，然後我有中樞的進入段，有中枢震盪，然後這裡要離開，這個離開的力度一定要強。但是現在我感覺啊，這個是有這種跡象的。為什麼有說有這麼個跡象呢？零軸上啟動的，看到沒有 ？MACD 零軸上啟動，如果說真正拉起來的話，那上面的空間就打開了。所以說後期的这個我們要跟蹤，或者你要跟蹤的就是它後面的力度。但是現在剛好也是在這個周線的大中樞上沿這個位置，我不知道你在這個位置有沒有做減倉動作呀？我們現在要觀察一下它的更小周期這段的這個1小時，你說在1小時上那個有中樞，對吧？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它在1小時上這個位置在做中樞也好，或者有結構也好，可以先減一點沒有問題，因為它畢竟是在這個大周期的中樞上沿這個位置。但是呢，也要防止它這裡是做一個這個在這裡蓄勢憋大招，对吧？因為它已經上到0軸以上，它完全是可以憋大招，在這裡做一個小周期的一個震盪，我們啪上去。那你如果說在這個位置減，你反而是減錯了，曉得吧？但是這個要防止這種事情。我們看一下小周期上，這是在日線上的一筆，在1小時上它是沒有結構的。1小时上它這裡啊，有過一次回檔，但是在下面這裡全是一筆。我們其實可以利用30分鐘看這個，30分鐘上是有結構。我們看30分鐘我已經畫出來了，這是一個1、2、3、4、5、6，做了6筆。那麼在30分鐘上其實有中樞了，下面這裡是有一個站定在這裡。為什麼說30分鐘的中樞站定在這裡呢？因為它這個第3筆1、2、3的3呢，現在還沒有完成。所以說我的建議其實是，利用30分鐘的中樞，你先跟着做，就是30分鐘中樞震盪嘛。到了中樞下沿的時候，你先買一點上去了，那個減一點，就是稍微大點周期的這個倉位先不動，還是一樣。之所以不動的原因是，就是防止它在這裡在30分鐘上我先震出一個小中樞來了，這是第一個中樞，完全是可以是30分鐘這個中樞完成之後，然後開始走30分鐘的小 B 段，快速往上拉升。就是說，只要小周期上，比如說30分鐘上出現快速往上拉的話，那基本上就要往上走，打開空間。那麼，要防止它這种事情出现，那你的倉位就不能太低。如果說真的是往上走，你倉位很小的話，那就这個比較吃虧了，畢竟它已經上到這個上面來，這是這個能夠打開空間往上走。但是如果說30分鐘上，如果說是往下，它是這樣，比如說，哎，我往下走的非常深，就是尤其是這個第3段，那就變成了1、2、3，那個3就不喂食，那你就在任何的反彈裡面就要多減，因為這就意味着它上面這個大的反彈，就是上面不是有一個大的周線中樞嘛，意味着要走周線一筆上，周線一筆下了，對吧？所以說你要關注的就是這個3一定不能夠出現不喂食的狀態，你也可以這麼測一下，它只要在18.57之上，都是你忍受的区間，或者到了這個位置，对吧？但是一旦是跌破了18.57，那這個任何的反彈你就要先多減一點，畢竟你的成本是比較低的，所以說你是能夠忍受這個，因為30分鐘這個區間看着挺大，我們看一下多大，9%，對吧？相對其實也挺大了。那麼如果說想做的更細的話，那就需要去5分鐘上，甚至是1分鐘上盯了。但是我的個人建議是，它只要不跌破18.57，
主要不出现123这种，那麼還是給你有反彈的機會的，對吧？所以說可以利用這個30分鐘這樣觀察它是一個怎麼樣的一個變化，主要就是要防止它在這裡做一個小中樞之後，就是說我說的是它這段可能沒走完日線上，因為它已經上到0軸以上，如果說開始張口張大的話，但是它的基本面的話，你也要這個做一個更深入的一個調查，它到底能不能夠支撐它後期，是不是有什麼大客戶啊，對吧？支撐它能夠打開上面的空間，畢竟它現在的估值也是相對偏高的，所以它為什麼沒起來的原因，就是因為它現在可能是處於它一個合理的估值區間，就是比如說12到22，或者10塊錢到20塊錢，這個區間可能是它對它來說是比較合理的一個區間，所以就看它在30分鐘上怎麼選。我要是盯的話，就是盯它30分鐘，所以這是我的一個個人建議。然後他也提了另外一個 RKLB， 雖然說他沒有這個仔細說它的成本啦，但是這個其他的朋友在我們做直播的時候也問過，我們簡單的也說一下。那麼 RKLB 其實大家也都比較熟悉的，主要就是這個做火箭發射的，對吧？那麼如果說 SpaceX 是龍頭的話，那麼它就是這個行業的老二，對吧？二哥。那我們看一下二哥的這個結構，他們圖形上其實走得非常牛。現在是在周線上，周線上從這個3.47的這個上漲啊，現在是只有一個大 A 中樞，前面是一個123作為進入段，現在是一個123作為離開段，對吧？這個是我們之前那個分析過的。那麼在這個123這個離開的話也沒背馳，就是這個123，這個3是不背馳的，已經突破了118.14，但是呢，這個突破。如果說你按照傳統理論說的話，需要這個3個交易周期，比如說你看的周期是周線，那麼需要周線上3周在這個價格之上才能叫有效突破。那麼在纏論裡面，是需要一個次級別突破，一個次級別回落，你才能說它是一個有效突破。那麼我們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在这個日線上，因為周線上是1比，日線上是3比，那麼日線上這3比呀也沒有背馳，等比例在110，現在到了這個1.618了。然後我們要分析的就是這個最後這一段，那麼它是因為 SpaceX 也要上市了嘛，對吧？所以說它現在是可能會受到一些衝擊。那麼現在這個我們剛才說了，這個3是不背馳的，但是它的小周期上你會發現1小時上，我们把這個高亮一下。下面這裡做了一個中樞，然後這裡還給了一個300，所以說這是做了第一個中樞，這裡是要開始做第二個中樞了，那就利用小中樞的這個區間震盪就好了。所以這個日線上，如果說它這裡做了2個中樞之後，看它能不能再給一個高點，那麼你可以利用這個高點先減一點。就是小周期上出現2中樞上漲之後，你可以相對的減一點。你看它這個就是 MACD 這個張口張得非常大。你如果說借用這種圖形的話，就是剛才那個那個叫什麼？剛才這個AEVA 的話，如果說在日線上能出現這種這個 MACD 張口張得非常大的話，它就有能夠把空間打開的這種希望，對吧？這就是我為什麼要關注這個 AEVA 剛才那個日線的 MACD。那麼也就是說，在這個 RKLB 的話，如果說在小周期上做出2個中樞了，你可能要先減一點，對吧？那麼減一點就防止它要開始出現日線的第4段回落，這樣的話就是一個12344的回落，可以再買回來，看它是不是要走一個小五浪，走完小五浪之後，看看是不是要再做中樞，做完中樞之後是不是要再上，對吧？所以其實就是一點點跟出來的。好的，這是針對這個 RKLB。然後我們再看一下下周要出財報這些，有可能因為時間的關係，如果說都分析不完的話，我們就先說幾個比較重要的，先說這個英偉達。英偉達在月線上
起漲點是其實在下面這個位置，都是0點幾了。那麼因为它是有过除权的，所以说这个有过付权的这种，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价格好像很低，其實它都已經很貴了，都已經可能幾千美金的這個股價，但是因為除權的原因，現在是看上去才200多。那麼它的起漲點是在這個位置，那麼在月線上它其實是一個1、2、3、4、5、6，現在是走第7浪，月線上在走第7浪，或者說是一個5沒結束，也是可以這樣延伸出來。因為它新的一筆，你看我這個用虛線這個表達的意思就是說它這段還沒結束，它現在只有3根 K 線，對吧？只有3根不夠5根，所以說它可以是86.62的這段延續，可以變成這樣，然後從這裡往下跌，就變成了一個1、2、3、4、5、6的回檔，所以說它是處於一個中陰狀態，這是一個中陰狀態。那麼我們主要分析的其實就是這個164.28之後的這些。週線上還是一筆，日線上看一下結構已經很細了。那麼其實最近的英偉達，它在前面這裡其實低迷過一段時間，就其他的跟 AI 相關的在漲。那麼像是尤其跟那些光通訊的漲得瘋漲，那麼英偉達反而是低沉了一段時間。但是現在，英偉達反而走出了一個獨立行情。你會發現，就這段漲的時候，英偉達在漲，其他的股票在跌。這就是有點類似，你可以說它是板塊輪換也好，輪動也好，或者說是這個英偉達，它馬上要出財報了，財報之前給你拉一波也有可能，對吧？所以說這是這個你怎麼解讀都行，其實這就是你在基本面的時候，你不好說，你如果說你不是很了解基本面的時候，你就怎麼解讀都可以。那麼現在在日線上，它走了3段了，我們也可以測一下這個1、2、3。它想要不背馳，就需要殺到247.3呢。那麼只有這樣的話，它才能不背馳，甚至是突破247.3。那麼意味着這就不背馳，可以繼續這個3可以繼續往上走。那麼現在這價格到247的話是10%左右的一個空間，因為它是在周3盤後。如果說它選擇在周3盤比如說前3天先跌3天，這樣的話就回成這個勾一筆。勾一筆，如果說碰到了216.83的話，這裡其實就有中樞了，或者說有這個構成中樞的3段了，那就看它是不是因為財報的原因直接一個跳空缺口，直接突破263.54也可以，對吧？所以說其實就是兩個方向都可以選擇。我們看一下它，如果說要到這個216.83的話，是3.79%，還是比較小的，它也可以再往下沉一沉。我們看它的這個50天均線在哪裡？現在雖然說這裡我這個指標看的是50，但是你可以選擇它用這個5天，這個 input 我選的是5，所以說選的是5天。現在是剛好踩到了5天均線上，看到沒有？剛好踩到了5天均線。如果說它選擇要跌破5天均線，可以是比如說跌破個幾天，跌破個3天，然後一個跳空缺口再拉上來，可以這樣走。就這個5天均線其實就短線的一個這個生命線，只要在短期之內，它這個雖然說短期在這個5天均線之下，或者說短期在這個一直踩着5天均線往上走的話，那就是一個強勢表達。那麼這是這個怎麼用5天均線？5天均線只能用在單邊行情裡面。如果說你在這種震盪行情的時候，就不要用什麼5天均線了，對吧？震盪行情它會一會兒在這個下面，一會兒在這個上面。所以說是不起作用的，只有在單邊往上走的時候，才可以用這個5天均線。那麼現在就是，如果說真的往下走，做中樞，看它是不是做了中樞之後再往上走，再選。但是因為我剛才這個我們在最開始都已經說了，市場對英偉達的財報的預期都非常高，對吧？它可能會這個超過預期，但是可能超過的可能不多，可能剛剛達到預期。就只有是非常超過這個財報這個數字啊，可能遠超預期的時候，才可能引起市場的一些興奮。所以說這個現在大家對英偉達的興奮點都特別高啊，這是它現在是一個那個問題。但是不管怎麼講吧，你雖然說現在有很多市場有很多的這個什麼 TPU 啊，這個谷歌他們出的，還有很多其他的想繞過這個 GPU 的，但是你主流的主要還是像這些數據中心還都用的這個英偉達的這些東西，對吧？所以說你想繞過它是不太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它現在可能是處於一個不是最
噴發的那個是增長期了，可能是處于一個相對比較緩和的一個增長期，對吧？可能就是需求量沒有那麼的猛了。這是針對這個英偉達。我們再往下看這個 INTU。那麼這個 INTU 是要在5月20號，也是在这個周三盤後，跟英偉達一樣。那麼這個公司的話，那麼在美國的朋友應該都比較熟悉。這個 INTU 是什麼公司呢？我們看一下它的基本面，它是這個美國財稅軟件的無冕之王，對吧？提供財務與稅務管理軟件。它主要面向中小企業，也面向大眾報稅。TurboX 這都是它的產品。那麼它有極高的壟斷性及極強的更換成本，因為你一旦用了它之後，你想換其他的这個成本切換的時候可能比較高，所以它的粘性比較大。那麼它是全球財稅的 SaaS 領域的絕對統治者，年營收跨入200億美元大關。它是全美成千萬上千萬家中小企業以及數億獨立報稅個體以及專業會計事務所的一個主要用的這個都用他們家的東西，對吧？所以說它的壟斷性是比較大的。但是它為什麼要下來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 AI 啊，這個智能體，它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聰明了。如果說它可能會讓用戶繞過這些傳統的財務軟件，直接完成報稅與報賬，那就會導致這個它的核心的這個業務就面臨了那個底層的這個重構了。那麼它那個估值壓力就比較大了，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說，尤其是跟這些被這個 AI 衝擊的這些行業，其實是還是挺那什麼的。我的建議是盡量切股，盡量切換。現在這個 AI 是這個趨勢勢不可擋啊，除非是這些企業自身出現一個什麼變化，它會利用 AI 嵌入到他們的行業裡面、他們的業務裡面的話，那才能夠這個浴火重生。所以說我的建議是先不碰它，對吧？能不碰的盡量不碰它們。那麼真的是什麼估值低洼了，那些基金他们會發現的，他們會每天做大量的基礎的這個基本面研究的，對吧？他們不進去，我們也不進。所以說不要覺得哎呀便宜了有洼地了，但是呢，對針對這種股票的話，它是分紅的。如果說你能夠拿得住，像巴菲特一樣蹲在某一隻股票裡幾十年，光吃分紅也能夠得到很大的那個回報的話，也沒有問題，對吧？它是有分紅的，所以跟那些不分紅的公司還不太一樣。我們現在簡單說了一下基本面，現在看一下它的這個圖形。那麼我們其實之前分析過一點，那麼它在日線上是坐落一個趨勢下，兩中樞趨勢下，所以說它針對第二個中樞就看它這個財報能不能夠再往上衝一下。但是呢，如果說給你一個123的話，從這個最低點342.1來個123也可以。如果說這樣的123就變成什麼了呢？那就可能要斷開，前面這裡是一個趨勢下，它還是兩中樞，這還是兩中樞，兩中樞趨勢下之後，然後給你一個123的反彈。我們先畫一下模型，其實它這個結構可以是這樣：兩中樞趨勢下，然後一個123的反彈，然後變成什麼？變成一個大周期的一個震盪，可以是這麼走，可以是這麼走，或者說我這個結構再複雜一點，我再回來做中樞，然後再上去再折騰，你只要不能夠突破前面的這個最高點，它其實都是在做大中樞的中樞震盪，曉得吧？這是這個如果說出現一個123段的話，你也可以在這裡做一下它的這個潛在的可能的反轉的位置。如果說因为在日線上已經有底分型了，其實，那麼你如果說只想做一個短的操作的話，是可以玩一下的，對吧？那完全是可以給你一個反彈，比如說到437.98，到這個位置是等比例。那如果說突破這個位置，就說明這個123的3不背馳，那就可能希望出現一個4和5了，甚至再回來，就按照我們剛才在模型上的推演，它可以是那麼推演。所以說你這個位置是可以玩一下。我們看一下它这個區間到等比例在10%。到這個1.618是20%，對吧？1.618也在這個120天均線這裡，所以說10%到20%的空間，看你想不想做它。我的估計是，如果說能夠到20%的話，那可能給你一個4和5。如果說真能這樣走的話，可能還好一點。最差的就是可能只到這個437.98，那可能是啥？那這個中樞還沒結束，可以繼續往下走，只是這個圍繞這個中樞震盪。所以說，只有突破437.98才有可能出現4和5。那麼，如果說真的是出現這個，那就看這個120天這個位置，
對吧？所以說120天就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压力的位置。好的，我们赶紧往下快速的那个捋一遍，剩下这几个，因为时间已经用的比较多了。这个百度的话，那么基本面我们就不说了。那麼圖形上我們看，它在月線上有這麼個大中樞，這裡一個大中樞它已經震了好久了，它這個區間是在這個2010年震到了現在，對吧？震了這麼長時間，一個大中樞一直沒有突破。你發現你就去看圖形，你就能知道一個公司它現在的狀況是什麼，是處在一個就是一個業務上沒有一個什麼突破的時候。它也圖形上也不會突破，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你會發現好多公司它不會在一個中樞區間震這麼久的，它一定是一個區間出來了再往上走，是在中樞的這個重心是慢慢抬高的。你要找這樣的公司，尤其是比如說大週期上是有一個大底座，然後小週期上是慢慢往上爬，這裡有中樞，這裡有中樞，是這樣走的。這個一般公司都這麼走，就好公司啊都是這麼走的。下面有一個大底座，不會說我這個大底座打這麼長時間還不往上走。所以說它現在其實是處在這麼一個困境。那麼不管它有沒有困境，我們只看它的那個結構。現在又到了這個月線上又到了這個中樞上沿這個位置，對吧？那麼有沒有結束呢？能不能夠脫離困境，突破這個大中樞區間呢？能不能夠突破這個160往上走呢？那這就是你要關注的了。週線上，這個74.71是起漲點，這裡做了一個中樞。那麼剛好現在這個價格呀，又在這個中樞週線小中樞的這個位置上沿位置，所以說也是比較關鍵的一個位置了。那麼 MACD 這裡如果說真能夠張口張開的話，現在是交叉了，但是沒有張開口。張開口的話呢，能夠突破了，那就能夠把上面的空間打開。然後，但是呢，週線上這裡也完成了反彈一筆，這個是完成了反彈一筆了。然後這個本週是應該是一個下跌狀態，跌了4%。所以說就看下週，因為財報的原因，我們看它是什麼時候出財報。週一早晨就出財報了。如果說週一早晨出財報，如果說再回踩的話，那可能要去踩一下120天、200天這些位置，看它踩一下這個位置之後，能不能夠再往上走一走。因為現在這個週線上其實已經完成一筆了。如果說它要往下，真的要再往下走的話，可能要再殺回到這個週線的下沿這裡，就是108。我們看，如果說從現在的價格到108是20%，對吧？它其實這裡是有一個這個區間，我們看一下它大概有多大的空間震盪，將近40%的一個區間震盪，空間還是比較大的。如果說其實啊，中概是有個特點，就是如果說你能夠跟得住的話，也能賺到錢，不是說你做中概賺不到錢，什麼股票都能賺到錢，你只要有耐心去跟它，對吧？只要有震盪就可以，我們不需要去很多時候，說是分析基本面重要，確實重要。但是如果說你只是單純的用技術分析，可能會累一點，因為很多人是讓你天天跟一個股票，你可能沒有那個耐心玩啊。你可能覺得很有意思，說啊，我今天看看這個，明天看看那個，覺得非常有意思啊。對，這個一會兒進去買一點，那個一會兒賣一點，就很刺激，很興奮。如果說天天讓你做一個票，你可能做不來的。那麼如果說你能夠耐下心來做一隻股票，一直跟蹤，也是能夠賺到錢的呀，對不對？你看它這裡雖然說這個好像看着這個區間不大，我們看一下這個震盪區間有多大，12%啊，12%的空間，只要耐得心，每天去做它的話，都能夠出來差價的。所以說不是說你賺不到錢，主要你有沒有那個耐心。那麼針對這個因為中概的基本面大家也都熟悉，大家也都知道他們的困境在哪裡。那麼很多方面了，除了自身的企業以外，還受到一些地緣政治啊，還有一些中美關係的一些原因的影響，所以說還是比較難整的。那你為什麼不做一些簡單的市場主流的，一說大家都能明白的，對吧？我的建議就是我們小散戶就跟着機構主流做什麼我們就做什麼，其實這是最容易的，因為機構已經幫你做好了基本面分析了，對吧？你不需要去費腦筋去想，哎呀，這公司有沒有這個 CEO 有沒有這個貪污，這個公司有沒有做假賬，你不需要做這些東西，因為機構他們肯定是要做這些分析的，機構肯定是要做這些分析的，所以你只要跟着機構走，對我們來說更容易，就隨大溜跟着機構走，做主線做主流是最簡單的，不是說其他賺不到錢，而是相對的難一些。好的，這是針對這個百度的基本面，我們就說這麼多。然後圖形上我們也說了，其實就在這個中樞震盪。那麼如果說再下來的話，就看它這些日線上的這些這個均線能不能夠撐得住，撐不住的話就要去這個下面這個108這個位置。
对吧？所以說在短期的话，还是在这个周线这个中枢震。然后看一下未来，那么未来的话也是中概。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實我之前是關注過一段這個未來，但後來也是意識到基本面的重要性，所以說這個中概我也是很少看了。但是它的結構我是比較熟悉的，尤其是這個3.16這個位置，3.16這個位置是最低點，然後在這裡做了一個大中樞。那麼這個中樞現在也是沒有突破，對吧？那麼尤其是偏低的一個位置，如果說能夠突破的話，它能不能夠把上面的空間打開？但是呢，面前現在這個200周是卡在這裡。然後現在這個關注的重點就是這個4.38之後能不能夠起來？我們看一下這個中樞現在有多少段？如果說這是進入段的話，1、2、3、4、5、6、7、8，只有8段。如果說能夠再次回踩一次的話，就是變第9段。如果說它要真的回踩的話，我們看一下，如果說能夠踩到這個120周，17%。如果說真能踩到120周的話，反而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因為它是9段升級了，非常好的一個進場做多的位置，在5塊錢左右。看它9段升級之後能不能夠往上走，這是在這個大週期上。如果說它要往上突破的話，就立刻面對這個200周，200周是多少？22%，上下20%。針對未來的話，上下20%的一個空間是它的一個震盪。如果說真能夠突破200周，那這個空間就打開了，對吧？所以說200周不能突破的話，就給摁得死死的，就在下面繼續震。看一下沃爾瑪，沃爾瑪的話也是在這個5月21號周四盤後，周四盤前。其實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不是說你必須要去做主流啊，你這沃爾瑪漲得也非常好啊。你如果說能夠耐心法去做這些零售的這些東西，畢竟美國是一個零售消費大國，對吧？這就是我跟大家講的，下面可以有大中樞，你看它就是下面有大中樞的，然後它會在小週期裡面慢慢的，你看它這個現在看的可能是季度啊，這裡只是做了一個季度的一個停頓，然後就一直往上走。你說這種股票的生命力多強？不是不可以在下面做中樞，而是你這個區間你不能一直在這裡盤。你在這一直盤，那你這業務是沒有突破的。所以說，任何股票都能賺到錢，只是你也能不能夠發現它，能不能夠跟蹤它，能不能夠持續的去做它，對吧？那麼針對這個沃爾瑪，現在我們看的週期是週線上，我們只看一下週線上，簡單的看一下，下面有一個中樞 A， 這裡做了一個中樞 B， 然後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週樞300，這個結構跟那個標普是一樣的，發現沒有？兩個是一個指數，一個是單獨的個股，結構是一樣的，所以說，分析方法也一樣。那麼如果說這個財報的原因能夠讓它繼續往上走的話，那就看它這裡一個123能不能夠不背馳。如果說要到等比例在153是不背馳，如果說再往上走，那就不背馳了，那就可能這個123就是這個 C 段可能走得非常遠，可以走出來一個12345來，對吧？這就是它要往上走。如果說看一下空間。到等比例在16%，這是它到等比例。如果說只是簡單的突破了前面這個小高點，因為它現在離這個前高134.65已經很近了。如果只是突破它，力度不夠強，你看它這個 MACD， 對吧？如果說只是突破了134.65，反而會出現一個盤整背馳，那就會下來，甚至是直接砸穿這個300，然後往下走，那就變成了什麼了？變成了月線上要出現大幅的回落了。那月線回落，這不就跟剛才指數一樣了嗎？我回到的是0.382還是0.5還是0.118呀？如果說只是回到0.382的話，我還可以往上走123，所以說回來不是壞事。那你看你能不能夠在高位相對偏高的時候，或者出現盤整背馳的時候先減一點？你只有先賣了回來，你才能有倉位買呀。你不能說我這個上面不賣，然後回來猛買，那你這倉位是錯配的。好的，針對這個沃爾瑪，我們也簡單就說一下空間，然後最後還有一點點時間說一下這個TTW， 這個公司可能大家不太熟悉，就這個 Take-Two， 這是一個遊戲發行商，很多有名的好玩的遊戲全是這個公司發行的，對吧？它主要是這麼個公司。那麼你看它的結構，現在看的週期是這個月線上，月線上就是這裡做了一個大中樞，你看我們又回到了剛才說的那個。就像那個百度，它在月上一直在這裡震，那你月上不能這麼一直震呢，你得要離開呀，你得脫離這個中樞，你才能夠有發展呢。但是你看，發現它這個下面這個中樞是9段升級的，這裡也有一個中樞，它倆級別不等，級別不相等，因為下面的這個級別大，下面是9段升級的級別大，這個只是一個比中樞，所以說這個2次回檔還是300。
那麼它可以衍生出什麼呢？它可以衍生出，哎，我在这里再做第二个中枢，可以是两个 B 中枢，两个中枢上涨。那这个两个中枢上涨，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还是小 B 段，还是小 B 段，这不是一个9段升级的嘛，对吧？它可以这样一个演变，然後呢，它可以把这个上面这个大 B 中枢把它擴張或者擴展，也出來9段，那就變成了下面是大 A，然後這裡是大 B， 是可以這樣生長的。所以現在是，那是我們剛才做的推演。那麼這個在後期的話，現在在這個週線上，這裡不是有了一個1、2、3、4了嗎？現在這個5還沒出來，週線上這個5還沒出來。如果說要出來5的話，就要突破前面的這個高點9%，對吧？現在這個週線上，這個月線上底分型已經有了。如果說再能夠突破這個前高的話，這就是月線上會出現一個1、2、3、4、5。所以說，這就是你要計劃的月線上做出一筆來，計劃做一筆。那麼這個187.63就不能夠被跌破。好，我們往下降週期，週線上還是一筆。你看它週線上還踩到了120週上，120週剛好踩到這個位置。然後日線，這就是187.63，在日線上，日線上走的這個日線上還是一筆，走得很強。但是在1小時上它就有中樞了，1個中樞、2個中樞、3個中樞。做了1小時，做了3個中樞，但是呢，這個第2個和第3個中樞高低點有接觸，其實是一個擴張的中樞，它完全可以在上面，那就變成了什麼？這下面就變成進入段了。這個紅顏色的就是它次級別的進入段，然後到這個大中樞這裡，然後再往上走，這裡可以再做一個小中樞，然後再結束，可以是這麼個走，對吧？所以這就是你通過這個不同的週期、不同的級別，然後那個立體的來分析它。那麼它是在週四盤後要出財報，那麼現在你看它這個 MACD 也都是一點點，都是這個想要大的上漲 ，MACD 必須要在0軸以上，張口越張越大才能夠出現這種情形。你在0軸以下，你看它這裡一直在0軸以下盤着，對吧？即使彈了一次之後又下來了，這不都在0軸以下嗎？對吧？只有到0軸以上之後，才可能有這個上漲的可能性。這是這個我們剛才在大週期上分析了，它要是要突破前面的這個264的話，要到這個位置10%。但是這是我們剛才說上漲，如果說下雷跌的話，那就看這個200天跟120天。如果說有回踩的話，比如說財報之前，先給你出現這個，因為它是週四盤後出財報呢，它可以先給你一個回踩4天。然後踩到這了一個120天或200天，那肯定是嘗試做多呀，對吧？它可以是走一個1、2、3，只要不能夠，我們把這個黃金分割給它測一下，對吧？你看這個0.382剛好也在120天附近，所以真踩到這個位置，反而是要去做多，嘗試做多，看它這個能不能夠再起來。所以說這是針對這個，但是它還是因為在月線上是它這個要打高點的話，是一個1、2、3、4的5，就是說月線上是第5筆或第5浪，那麼可能是突破了264.79，那這波可能就結束了，可能要回來做中樞，做完中樞之後看它是不是能夠再起來，或者說就是要在這個第2個大中樞這裡繼續震，因為下面這個中樞是這個級別更高的。好的，那麼我們今天就分析了挺多的，那麼就到這裡了，再見。